收看塔比欧卡。今天来到博多车站，所以顺便来看一下号称九州最大的电器行ヨドバシ，看一下我们去年买的洗衣机有没有降价。我们为什么会想要换洗衣机？是因为我们去年从冲绳搬过来，然后搬到福冈呢，我们觉得第一个天气冷的时候，我们不想在外面晒衣服；第二个下雨天或是阴天的几率也很高；第三个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我女儿她要上幼稚园，所以呢，因为幼稚园它的制服很贵嘛，制服很贵，我们就只有买一套。那每天呢可能会换洗，或者是临时明天有活动，或是尿湿，都会有需要烘干的时候，所以呢，我们就决定花多一点钱来买滚筒式洗衣机，不然其实滚筒式洗衣机比一般传统式洗衣机贵大概2到3倍。买洗衣机啊，我们就是只针对3个品牌 ：Panasonic、跟日立还有 Sharp。然后去年我先生就一直觉得就是买日本制的 Panasonic 不用怀疑，对，就是他觉得不用怀疑，就是看到日本制就超好这样。那我也是啊，我也会觉得，日本制的应该就很好，所以我是选稍微比较低价的日本制，就是日立。结果我们最后买的都不是这2个牌子，是夏普。为什么呢？因为其实我们去年有评估过，可以说就是评估它的 CP 值啦。那这边呢，它有帮你分析好。那我刚刚大概看一下，其实跟我们1年前看的其实大同小异，只是说有些新功能这样。那 Panasonic 呢，它最主要的强项就是它的温度设定可以到很高。为什么呢？因为它是用heat pump的功能去烘干的。那heat pump就是机器，然后这个机器加热，放到这个烘衣机里面去的时候，把衣服里湿度抽走，然后再到冷却那边去，所以相对它的电费会稍微比夏普高一点点这样子。但是它的强项就是它的温度可以设定到很高。然后再来就是它是日本制的，那你们可以看一下它的电气袋，就是它的电费大概是27.6，然后它使用的水量大概是这样，然后时间其实是优势的，因为它时间算短的，因为它如果洗加烘的话，其实只有98分钟，所以我们那时候很犹豫。而且呢 ，Panasonic 呢，它还多了一个不一样的，就是它是可以放，就是那个欧夏蕾的，就是你比较漂亮的衣服或比较好的衣服的另外一个欧夏蕾的柔软巾的一个槽。那像夏普呢跟日立他们没有，就是他们就只有洗衣巾跟柔软巾的槽。那为什么日立本来我喜欢，但是我后来第2阶段我就没有考虑它了。第2阶段我们就只有考虑 Panasonic 跟夏普。为什么呢？最主要是因为日立它有一个很大的缺点，就是它的电费超贵的。那为什么呢？因为它是用 Kaze Iron， 它就是标榜，这也是它的特色啊，熨斗式的方式去烘衣服，所以会让你的衣服没有那么的皱，所以它的电费就会很高。但我觉得呢，这个好像比较适合上班族，就是天天要穿衬衫的那种上班族，我觉得好像比较适合，然后比较不适合我们，因为我觉得电费太贵了，这样子不划算。然后，但是呢，它一样洗跟烘的时间是低的，可惜了，不然它其实在日本制里的洗衣机来说，算是比 Panasonic 便宜的，所以我本来有心动，但是就觉得算了，因为它真的太贵。最后会选择夏普的原因，就是因为其实简单说就是 CP 值高啊。因为呢，它是用 hybrid 的干燥方式。hybrid 它就是上面加温，它下面也加温，可是它的温度不会到像 Panasonic 那么高，它的温度可能就是停留在35度、6度左右，所以相对的它的电费就很低。它还有一个功能就是，它就是标榜它边烘边除菌的这个功能是它的强项。那我们都知道夏普它的除菌就是它的特色嘛，所以这个又让我加分了。那再来就是它的静音效这边，你看它的分贝啊，因为家里有小孩，其实很重视小孩在睡觉的时候洗衣机会不会很吵，尤其是在烘的时候。然后它的分贝啊，它才到39而已。像 Panasonic 啊，我知道的都是4开头的。你看，像这边也都是48嘛。你看这边烘干48分贝。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明显的落差，所以那时候就让我有点动心了。不然我本来是完全没有考虑非日本制的
它是用高压洗净，就是用很强的水柱去把它冲，然后冲。マシンガンみたいなやつでしょ。对，就是像机关枪那种。对，像机关枪，对。然后它会穿透你衣服的纤维，去把脏污带走。所以我觉得，这样子很不错然后呢，但它就是有一个缺点嘛，就是它洗加烘的时间会比较久。但是每件事都是这样嘛，一体两面。因为呢，像 Panasonic， 我有日本妈妈朋友，他们是用 Panasonic 的，他们就有反映，它虽然90几分钟就可以烘干完，但是比较厚的衣服它并没有完全干，就是它中间的芯是还是有点湿的。但是我用到1年了，我觉得，它烘的程度是几乎我都不会摸到湿的，就基本上就是干的。所以我觉得是没有关系，因为反正衣服丢进去了就给它烘，然后就去做自己的事情。它下面有这个，这就是要抽那个棉絮的地方，我觉得超好清理的。这边你就直接倒出来就好了，因为有的不好清所以因为那时候有大概2、3位日本妈妈，他们也是很推荐这一台，虽然它不是日本制，但是呢算 CP 值很好。我们那时候买还算不贵，大概23万、24万。23万的单。对但是今年有新款的，所以他们33万。那因为日本最近物价太贵了吧？这个3开头我们根本不考虑。我觉得也有可能是物价涨了啦，所以一些电器也涨。那再来我看一下它有多什么功能啊？好像也没有啊，因为我们也有这个我们也有这个柔软巾这个然后我刚刚说的就是自动投入，我刚刚说的就是这个功能。就是它会自动帮你把棉絮推过去，每次洗完就推过去，然后呢，我就是直接把这边的棉絮拿起来就好了。这个自动推的打，这个对妈妈来说超方便的，我就只要打开这边，然后把棉絮抽走就好，因为它会自动推过去。結構便利ですよね。对，因为像 Panasonic， 我知道的是，因为之前就有妈妈跟我反映说 Panasonic她也很喜欢用，可是因为她那个时候啦，我不知道现在没有自动清洁这个的功能，所以卡住了，所以她直接换一个这个里面的那个机器人。她现在也有啦，但是会自動じゃないでしょ。そうね，自動じゃない，一样没有自动，所以一样就是都要自己而且日本妈妈就跟我说这个超难清的，所以他们觉得很不方便。但是论外形来讲的话，我先生是非常喜欢Panasonic，因为它就是方方的，然后小小的，它才60.4，所以70。然后我们看一下，它不敢写。夏普的款式其实是最大机型的，所以它其实。シャープのこれでしょ。3つの業界最高水準。对，就是夏普呢，它就是标榜在这个洗衣机业界里面是最省能源的，然后最低噪音的，然后最节水的。那再来夏普呢，它其实还可以用那个 Apply， 它 Apply 上面呢，它还有很多的功能，例如 Cleaning， 就是像你送洗一样的方式来洗这件衣服。但说实在，我很少用它的 Apply。它这么贵的，我们那时候就觉得它这么贵的才会有可以抽浴缸的水来用，因为有时候我们会泡澡，然后泡完澡会抽浴缸的水来做第一次的洗衣服的水。你看，之前的都是要这么贵的才有这个Full控制的功能，可是你看稍微便宜一点点就没有了。但是夏普都给你，所以我们最后就是撇开日本制了，就还是决定夏普，所以真的还不错。这边有便宜一点点的，而且也是日本制。它好像就是我们本来想要买的，但它没有什么降就因为1年前想要买的时候，好像也是差不多这个价钱。然后因为它是日本制又便宜，所以我就心动。但是呢，就是仔细看一下，它其实没有太多的吸引我的点，就除了日本制以外。会有一个就是你回家后可以除菌，这个功能实在太好用了。对，因为疫情期间呢，我们的衣服都会习惯回到家到门口的时候先喷那个除菌的，然后再丢到
洗衣机里面去按一个，它有一个除菌功能，都5分钟、10分钟、15分钟这样子。我们疫情期间几乎天天都用，所以这一点也吸引我们了。因为我们其实还蛮相信 Sharp 的这个他们家的独家这个除菌消臭的这个功能。最后我们就选择不是日本制的，但是几乎可以满足我们所有需求的 Sharp。今天的分享到这边，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请按订阅，然后按赞，跟朋友们分享我的影片，谢谢，拜拜。来到哪里呢？我们来到一兰的第1号店。那平常洗衣服的时候，我会分2袋，一袋是可以烘的，一袋是不可以烘的。那因为它洗衣机跟柔软巾都是自动加进去，就是除非它快没有的话，它才会提示，不然平常都不用动。所以我今天要烘衣服了，然后今天有一块超大块的，就是铺在沙发上的。那基本上像这种 T 恤啊，就是男生的内裤跟那种发热衣，我都是直接丢进去烘。还有小孩的衣服，大概这样有大概6分满左右。然后因为柔软巾的香度有时候没有很香，所以我都会再加这种就是香豆，就直接放进去。一点点。基本我都用一般啊，洗加烘标准。那如果比较不脏的东西，然后也觉得有点赶时间的话，我就会用这个10短。这样，然后如果特别脏的，就会用这个温水清洗。然后如果全部都是洗毛巾那些的，我就会用毛布。那下面这个它就是讲说，就是可以尽量减少皱度，但是其实我很少用。开始。然后它侦测到的时间是3小时10分钟，因为量蛮多的，反正就让它慢慢的烘。我们现在就把手机靠在洗衣机的外面，然后现在是洗衣服的声音。其实都没有看到什么水，然后就看到衣服一直打。都洗到忘记时间了，已经超过时间很久了。然后它这边都会闪，要你听说它要讲什么。他说反正就是已经完成了。那你也可以听他讲完，但也可以不要听他讲完。我都没有听他讲完，就直接按结束。然后哇，暖乎乎，因为还蛮厚的就是今天还烘蛮多的。我看看是不是都干了，通常都会干啦，所以我觉得它的烘的功能还不错。全干，而且热乎乎，烘干的衣服都很舒服，很香，很适合懒妈妈。